怀孕第3个月，老公他乃上门立规矩，还坐着干什么？跪下听我说话。第1条，禁止使用一切电子产品。第2条，每日必须喝3碗我亲手熬制的10全大补汤。第3条，禁止食用一切外卖、零食、辛辣、生冷食物。他又故意害死我养了3年的狗，做成汤恶心我。这汤味道不错吧？很鲜。那是吃金贵狗粮长大的小畜生肉，能不鲜吗？饭后又让我给他养了40年的乌龟磕头认干奶奶。这乌龟我养了40年，比你年纪都大，你给他跪下磕个头，认他当干奶奶。既然奶都这么说了，我听话照做就是。干奶奶，受孙媳妇一拜。认干奶奶容易，以后想送干奶走，可就难了。我奶是杠精，我妈是悍妇，他们教我的东西，我也想让奶见识见识。医生，能不能给我开点减肥的小秘招？我这阵子日子过得太顺，都胖了6斤了。这不是胖，你是怀孕了。怀孕？前3个月比较重要，各方面都要注意，别磕了碰了。苗苗，快趁热喝燕窝，补补身子，对宝宝好。谢谢妈。苗苗，你放心，家里所有棱角都贴好了，绝对不会磕着碰着你和孩子。我嫁了一户老实人，原本生的婆媳招数完全没处施展。直到我怀孕第3个月，溥仪对视，我就知道对味儿了。老太太这眼神跟我奶看我妈是一模一样，恨不得鸡蛋里挑骨头。万人嫌的绞家精，她终于来了。这地板擦的还没我老家猪圈亮的，娶你回来是当奶奶供着的。老婆，快收拾行李，咱上外面住几天去。你现在正怀孕呢，绝对不能受他的刺激。他这么可怕？岂止是可怕，简直是噩梦。多吃点肉，对身体好。过来，让你看看你爱吃的肉到底是啥做的。不就是一只兔子吗？给你补身体，哭什么哭？吃都吃了，还装什么可怜？一点阳刚之气都没有。在外面别说是我赵桂花的孙子，小兔崽子，你给我记住，畜生就是畜生，别说养了2年，就是20年也是畜生，越不过你的家人。泽州，别哭了，妈在呢。你敢动他？丧门星，整天耷拉着脸叫我孙子些没用的，不就是死了只兔子，你还想弄死我老太婆不成？那一脚下去，我妈直接流产了，是个刚成型3个月的女胎。没了就没了，至于哭成那样？妈，那是你亲孙女。那一脚下去，我帮你们省了多少钱？你不感恩戴德就算了，还在这里跟我要说法，我看你真是白眼狼，娶了媳妇忘了娘。咱们走，这日子没法过了，不跟他过了。村长，我妈的，她把我媳妇儿的孩子。老天爷呀！我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现在她为了个婆娘就要赶亲妈出门啊！我那是为了救她媳妇儿才不小心碰着的，她不记我的好，还带人来欺负我这个老婆子啊！我妈流产的事被她颠倒黑白，这么一闹，我爸反而成了没心没肺、忤逆犯上的不孝子孙。
老太太心眼全偏在大伯身上。以前偷摸拿我爸妈的工资去贴补大伯，供他上大学，甚至连大伯在城里的房产都是我爸妈出的钱。后来呢？后来大伯娶了上司的女儿，老太太觉得自己成了城里人，这才跟着过去享福，勉强放过我们家。没良心的小畜生！你现在发达了，大房子住着，豪车开着，就眼睁睁看你大哥一家吃糠咽菜。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心里很得意，是不是？妈，我们没有这个心思。妈，我们没有这个心思。你闭嘴！你个狐狸精！要没你在旁边撺掇，我儿子至于不听我这个当妈的话？别以为你们背着我偷偷跑到外地，我就找不到你们在哪儿。告诉你们，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么多年，你欠你大哥的钱，我都给你记着账呢。妈，我们什么时候欠大哥40多万了？什么叫40多万？是478651块3毛7。要不是当初你大哥下河救你，身子落下病根，早就被重用了。这些钱还是看在你是我亲儿子，你大哥亲兄弟份上给你打的折。没良心的小畜生，不想办法弥补对你大哥造成的伤害就算了，还跟着这丧门星一起躲我。妈，别叫我妈，我可没有你这种不要脸的儿子。妈，不是大哥救了建民，是建民救了大哥啊！你个搅家精！我跟我儿子说话，哪有你插嘴的分儿？我说是老大救的，就是老大救的。少说废话，我来是有正经事儿要做的。我大孙子腾飞过几天要结婚了，你们把这房子收拾收拾，过2天腾出来给他当婚房。不行，这是我们给淼淼和泽州准备的房子。你个丧门星，哪轮到你说话？球球是马犬，怀孕后公婆怕它撞到我才关进笼子，现在是它派上用场的时候了。球球上！你别过来，我不怕你。别咬我！你们是死人吗？还不快拦着点儿！救命啊！妈，您的脸肿了。泽州，你去楼下药店给咱妈买点消炎药。好啊，你个小贱蹄子，只会这条狼狗虐待老人是吧？老老实实把这条狗给我宰了，跪在我面前磕头认错，不然我让我孙子跟你离婚。我看你这个被人用烂的二手货该怎么办？球球，一来一回间，老太太两眼一闭，昏倒过去。她昏倒后，婆婆又给我转了几万块钱。淼淼，赶紧跟小周出去躲一躲。你用球球帮了爸妈，爸妈永远记得这份情。但老太太不是个好相糊的主。是啊，淼淼，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医生说了，情绪波动不能太大，天塌下来有爸妈呢。你就当和小周出去度蜜月了。爸妈，你们说的这是什么话？老太太不好相捂，我也不是什么善茬啊。至于孩子的事儿，不用担心，这点小风浪她都受不了，还有什么资格当我林淼的崽儿？直到晚上做好饭后，老太太才悠悠转醒。肉炖得这么老，是想硌坏我的牙吗？不知道我不吃海鲜吗？还故意做熏鱼。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开始浪费粮食了是吧？4口人做8个菜。放下，我叫你放下，没听见吗？好说好话你不听是吧？球球，上！
嫌肉老硌牙就喝粥。奶，您知道为什么长寿老人能长寿吗？因为他们爱喝小米粥，小米粥能养生。不对，因为他们聪明，知道什么人不能惹。奶，您是聪明人，对吗？球球，对，你有病吧？我都说对了，你还让你的狗咬我！松松脚，你踩着它玩具了。哎呀，有球球在，老太太晚上不敢再作妖。淼淼，你怎么才来啊？我要是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茵，老婆，我爱你。球球，你在哪儿？怎么办啊，老婆？球球不见了。这毛跟球球身上的一样。你说，球球是不是被你杀了？小畜生，怎么跟你奶说话的？有没有点天理了？我一大早辛辛苦苦给你们做饭，还做出毛病来了。就是你，当初你就炖了我的兔子。穆建民，你给我滚出来，管管你儿子！20好几的了，人了都没有，一点教养都没有，就这么跟长辈大呼小叫的？你说，你比我起得早，看见我杀狗了吗？没有。算了，多大点事儿，吃完饭再找就是了，反正不会丢。就是，还是孙媳妇懂事儿。孙媳妇儿，来多喝点儿，这可是大补。孙媳妇儿，还是你明事理，不像这几个一点人事都不懂，畜生就是畜生，别说养了2、3年，就是几10年，难道还有人重要不可？您说的对，孙媳妇，你也别怪我老婆子说话难听。这球球要是真被人吃了，那也是他的造化，这不怪别的，只能怪他前世造了太多孽，或者说是养他的主人造了太多孽。孙媳妇儿，你说我讲的对不？奶讲的自然有理。这汤味道不错吧？很鲜。是吃金贵狗粮长大的小畜生肉能不鲜吗？我就知道是你干的，你居然真的杀了球球！小兔崽子，你给我闭嘴！这儿轮得到你讲话？你是皮痒痒了欠抽了是吧？还有你，人仗狗势的东西，老婆子我给你几分薄面，你还真以为我怕你了？没了那条马犬，你算个什么东西？撒泡尿照照镜子，长得一脸克夫相，也就是这个没眼力劲儿的蠢货能要你。从今天起，在这个家里，我说一不能说二，早上5点起来做饭，晚上一家人吃完你再动筷子，听见没有？还有，我那只养了40年的宝贝老龟，那是咱家的福星，论辈分，它都能当你奶了。打今儿起，你就得给它当孙女，认它当干奶奶，那是给你脸，别不识抬举。奶说的是。奇了怪了，跑哪儿去了？刚才还在这儿呢。呀，奶，您说的干奶奶不会是这只吧？不愧是养了40年的老畜生，炖起汤来可比3、5年的滋补多了。奶，您可真有眼光。我可怜的阿龟呀，到底是哪个天杀的害人精杀了你？我要让他偿命，我要他
赵桂花哭得肝肠寸断，比当年死了老伴儿还要真切。可怜您活到40岁的年纪，在闺中都能算是长寿老人了，您死的也太憋屈了。希望您一路走好，下辈子投个好胎。干奶奶，您死得好惨啊！干奶奶，您下了18层地狱，也别忘记找来吃您的人报仇。小孽畜，你会遭报应的。奶，您这是说的哪里话？您不是跟小周说过主人德行不够才护不住宠物吗？您瞧，您光会教育子孙，到了自己身上倒是半点都不认了，这可不对啊。你个牙尖嘴利的小泼妇！我可不是泼妇，谁要敢得罪泼妇，被8层皮下来都是轻的。您看我多温柔啊！哼，苗苗，你可真有招。是啊，这里交给我就行。小周，你快带着儿媳妇出门买个金手镯，快乐快乐。妈，这个先别扔，我有用。为了恶心我，老太太没去厕所，专门在客厅吐了一地，以为这种方式就能伤到我，太小儿科了。她没听说过道高1尺，魔高1丈吗？老婆，你看这个祥云的怎么样？还是这个实心的好？都行，你看着选吧。比起买金手镯，我其实更喜欢逗乐老太，看她吃瘪的样子。快进来。乖球球，球球，你真的没死啊！心疼死爸爸了。穆泽州脑袋没事吧？老毒婆的 PTSD 罢了，放心，我是诊治老毒妇专业分。女王，让小妹膜拜膜拜。老婆，他怎么会在这儿？不然呢？40多岁的老龟说杀就杀，我是屠夫还是女魔头啊？那你从汤里捞出来的那个干奶奶的壳是？菜市场买的。老婆，你真是人美心善的小天使。老婆，你快跟我说说，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你这也太神了。没什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恶毒老太太的套路我门清，她撅个屁股，我就知道她要拉什么屎。先前被球球那么一通恐吓，她早就恨毒了球球，肯定会忍不住动手。杀球球，炖汤给我喝，一箭双雕。这老太太心思歹毒得很，她不敢接近球球，故意在她的狗粮下料，毒死她。她不知道球球受过训练，下了药的狗粮她根本不会碰。而我趁他不注意，在他要的安神汤里放了料，让人恍恍惚惚一觉到天亮，又在他手上抹了血，在垃圾桶扔了狗毛。老年人记性差，精神状态一般，他睡着的时候，我就在他耳边假装球球死了来找他，醒来后恍恍惚惚，被我那么一表演，他当真以为把球球弄死了，得意洋洋。炖肉汤这种事儿，有婆婆在，老太太才不会亲力亲为，所以他只看到了血块，不知道那盆里装的是什么肉。毕竟在我之前，没人敢这样挑衅他的权威。我不会跟穆泽州交代事情细节，只是摸着他的脑袋安慰他。放心，有我在，不会让你重蹈童年阴影。对付这种歹毒的老太太，我最专业了。老婆，早点认识你就好了。天杀的老天爷，怎么不把老婆早点送到我身边？老婆，你一定也是受了很多苦才走到现在的，好心疼你。老婆放心，以后的日子我一定会更心疼你。姐从小嘴巴甜，会来事儿，脑袋转得灵光。就算我妈和我奶斗得要死要活，但2个人对我都很好，争抢着比着，谁在我心中更重要。老婆，我好爱你，我要一生守护呵护你。这个小傻子也太好骗了，我使出吃奶的劲儿，才憋住没笑出声。回到家，我把先前为老太太准备好的大礼放在她的床头柜，又溜出房间。好
好啊，你个小蹄子，有招没出使了是不是？把那一堆放我身边，安的什么心？奶，当心干奶奶又回来找你。小没良心的，敢欺负老太太也不怕天打雷劈！啊！奶，淼淼还怀着孩子呢。怀就怀呗，正好把孩子打掉。老公，你让奶来，反正干奶奶说了，认了这门干亲就受她庇佑。谁要是敢伤我，她在天之灵就不会放过谁。不信你就让奶试试。淼淼，爸妈不用担心，反正干奶奶说了，报应会出在奶最在意的人身上。就算出事儿，也是大伯父一家。咱们家可是一心向善的福报之家。你个小蹄子，敢咒我，看我不撕烂你的嘴！喂？什么？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腾飞她出车祸了！建明，你快送我去市一中。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送奶去医院探望堂哥，其他的都次要。家属放心吧，人没什么大碍，就是骨折，做个手术养几天就好了。老天保佑，老天保佑！住院费、手术费加一起，先预交2万块。我就知道，只要涉及到大伯父一家，涉及到花钱，我公婆准是那个雷打不动的冤大头。翠芬啊，你可是腾飞他亲婶儿，现在腾飞躺在手术室里受罪，你们可不能不管。大伯母，你怎么这么偏心啊？上次堂嫂搬家，拿我们家择肉当农民工使，她搬行李拐伤了脚，也没见你和伯父管管啊？怎么堂哥出事了就要让我妈负责？天下还有这样的道理？你个小丫头片子，你算哪颗葱？这儿还有你说话的份儿。腾飞让穆泽州帮忙，是给他机会，让他在堂嫂面前露露脸。谁叫他福分薄，搬个行李还能伤到脚，不就崴个脚，又不是残废了，非要找腾飞要说法。要不是你们太小家子气，燕子能和我们腾飞分手吗？我不计较你们放跑了燕子这个金凤凰，耽误了我们家腾飞的前途，已经仁至义尽了。现在你这个没大没小的丫头片子，还敢跟我伸手要钱，我看你真是活腻了！你个小贱蹄子，你敢打我！老公，那个死丫头打我！你个小丫头片子，信不信我报案抓你？大哥，你别激动，淼淼是在跟嫂子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能把人脸打成这样？我看他也是个祸害。这跟我老婆有什么关系？还不是大伯母先动的手。娶妻当娶贤，你看看你家娶的那叫什么东西？说出去不怕让人笑话，丢了我的脸面。等他生下孩子，给他几千块钱，就让他卷铺盖走人。我穆家要不了这样的儿媳妇。淼淼要是有个好歹，我就和你们拼命！你敢这样和老子说话，我看你是讨打！安静，都安静！今天我就不追究你们在医院闹事的后果了。言外之意还是想让咱们家出钱平事儿。大哥，腾飞住院，我们也很伤心。但是腾飞出事不是我们造成的，做叔叔的心疼小辈儿，不差那几千块钱。只是淼淼刚才被这么一闹，肯定是冲撞了胎气。您是不是能给她道个歉呢？公公被大伯父打压了一辈子，能说出这番硬气话真是不容易。还好公公不是个无药可救的窝囊废，这个家还有救。道歉？就凭他也配？穆建民，你个怂包，长本事了是吧？咱爸没教你做人，今天就让我这个当哥的教教你，什么才是跟长辈说话的态度。你以为赚了2个臭钱就了不起了？还想扩大经营开分店？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公公原本攥紧的拳头松开了，原本硬挺的脊梁也塌了下去，脸色瞬间变得灰白。婆婆在一旁急得想上前理论，
却被公公死死拉住。你怎么敢？你这个疯婆子！穆建国，是不是非得让我把你那些见不得人的糗事全当众抖作出来，你才会消停？你个小狐狸精，毛都没长齐，竟然敢这样对待长辈！老公，你快起来啊，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死丫头！你给我闭嘴！蠢货，你懂个屁！滚一边去！穆建国，你身上背的孽债太多了，你欠穆建民一家的账也实在太多了，难不成还需要我当众提醒你，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吗？大伯父，您看，林平是周总的小情人，在出差时跟大伯父勾搭上了。好巧不巧，我闺蜜跟林平是一个办公室的，当时我只当八卦听，没想到今天派上了大用处。人不能太贪，特别是贪心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不然老天爷看不过眼，下次遭殃的可就不只是穆腾飞那个小孙子了。你这死丫头怎么说话呢？装神弄鬼，信不信老娘抽死你！穆建国，管好你媳妇儿那张嘴！闭嘴！你个蠢货，再敢多说一个字，我就打断你的腿！攥住这老王八的死穴后，他果然指哪儿打哪儿，老实的像条狗。当天，大伯父订了一个包厢，特意给公公敬酒陪笑脸。建民啊，以前都是哥做的不对，心眼小，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你放心，以后哥一定对你好好的。这是这么多年来你资助给哥的工资，我一分没动，全记着呢，一共是32万2800。建民，你点点。穆建国，你疯了吗？干嘛要给这泥腿子赔钱？那是我儿子的彩礼钱，你赶紧给我还回来，不然我现在就跟你离婚！你凭什么打我？我要跟你离婚！你少在这里撒泼，安分点儿！你闭嘴！我大儿子做事有他的道理，轮不到你在这里胡搅蛮缠。一个包厢里，大伯父赔礼道歉，公公不知所措，大伯母闹着要离婚，老太太跪地认错，真是鸡飞狗跳。老婆，你快掐掐我，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大哥居然真的还钱了！啊，疼，真疼！老婆，你也太厉害了吧，把大伯一家治得服服帖帖的。当然啦，我可是诊治老毒户专业库。睡吧，乖。秋香，老婆，有你真好。1个月后，大伯母得知被劈腿后，和他大打出手。穆菲菲在劝架时被暴怒的大伯父踹飞，伤到后脑，住进医院。穆建国，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居然敢在外面找小狐狸！穆建华！别打了！爸妈，快住手！对不起，我们尽力了，病人已成植物人。我再也不作孽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饶过我吧，饶了我大孙子吧。
人在做，天在看啊。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老婆，我从闺蜜那儿把老龟接回来了。龟灵，龟灵，我喂你吃好肉，你可千万要保佑我们一家老小平安顺遂哦。淼淼，我听说了，穆泽州天天在家拜那只王八，你肚子里的孩子智商以后不会随他吧？别胡说，这叫傻人有傻福。某天晚上，我和泽州在散步，路过一家彩票站，他非要拉我进去买一张。老婆，等会儿，我有预感，我能中奖，咱得进去买一张。中了，老婆，500万，咱们真的中了500万，中了！那天晚上随手买的一张彩票，居然真的中了500万。我们一家也顺顺利利搬进了新房子，真不容易，总算清静了。我以为老太太疯了，大伯父破产了，那些鸡飞狗跳的糟心事儿就能彻底翻篇了。谁啊？泽州、淼淼、爸妈，你们得救我呀！我们两家早就两清了，钱也退了，账也平了。你有事去找你自己的丈夫，别来我们家闹。走吧，走。你见过那个混蛋？他现在就是个畜生！他破产后，整个人全疯了，整天就在家喝酒，喝醉了就发疯。他不光打我，还把家里仅剩的那些钱全都拿去输了。他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呀！穆建国那个王八蛋，他现在欠了一屁股外债，那些讨债的天天拿油漆泼大门，成宿的堵在家门口，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呀！你儿子结婚要抢我们的房子，你丈夫花我们的辛苦钱花得心安理得。当初你跟着老太太合起伙来欺负我婆婆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走投无路的一天？林淼，我知道你厉害，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我不该得罪你，我给你们道歉，我现在就给你们磕头，行了吧？只要让我进门，我给你们当牛做马。你别来这套，大嫂，这种礼我们受不起，你也别折煞我们了。我不走，今天打死我也不走。这房子是老穆家的房子，我也是老穆家的人，凭什么你们住大平层，我就得在大街上等死？大伯母，你这叫私闯民宅，再不走我找工作人员了。报啊，你报啊，正好让他们看看你们这群有钱没良心的不孝子孙是怎么逼死亲大嫂的。穆家的房子，大伯母，你是不是忘了这房本上写的是谁的名字？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了。你们要是敢赶我走，我就去小区门口闹，去你们那个破店里闹，我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是怎么虐待老人的。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一家子是忘恩负义的畜生。看着亲戚落难不管不顾，你们就不怕遭报应？你讲点道理行不行？我们什么时候忘恩负义了？这么多年，我们家被你们家坑的抢的，难道还少吗？少不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干什么？现在你们有钱了，中了大奖，还买了大平层，你们发达了就该接济我们，这是天经地义。腾飞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脑子都摔坏了，医生说以后能不能好都不知道，你们不管谁管？大伯母，你给我听清楚了。第一，奖金是穆泽州凭运气中的，这笔钱跟你们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第二，腾飞受伤是因为你们两口子自己在家打架造成的，跟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第三，我们不欠你们任何东西，反倒是你们欠我们家的债，虽然还了一部分，但这些年你们给爸妈造成的精神损失，你赔得起吗？我不管，我就是不走！你们有钱了就想甩开穷亲戚，没门儿！让左邻右舍都来看看，你们是怎么对待亲大嫂的！你管好你的狗！救命啊！林淼，你别以为养只狼狗我就怕了你！我告诉你，我还有后手。
老太太虽然疯了，但她在这个县城还有不少老亲戚。哦，老亲戚，那你是打算带那帮老头老太太来我这儿闹事儿，还是来吃酒席啊？我告诉你，我已经把你们家这烂摊子事儿全告诉老家的那些长辈了，他们听完都说你们没良心不孝顺，看着疯癫的老太婆不管，看着落难的亲大哥不救，过2天他们就会一起来找你们算账，你们就等着被唾沫星子淹死吧。建民，这可怎么办？那些长辈最讲究这个，咱们到时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老婆，这可怎么办啊？那帮老亲戚真要是来了，肯定全是帮着大伯母说话的，到时候咱们有理也说不清。别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翠芬，你这果盘怎么摆的？一点档次都没有，你这个揍不着吗？再去给我泡壶碧螺醇，记得水温要烫一点，别整天跟个木头人一样。哟，这少奶奶当的可真稳当，家里进了长辈也不知道打个招呼。泽州，球球该溜了，咱们走。来了，救兵来了！穆建民、翠芬，你们2个现在是真出息了，有钱了，住大平层了，就不管家里人的死活了。老太太在那儿疯着，老大一家在那儿烂着，你们倒是在这儿享清福，你们就不怕老祖宗半夜回来敲你们的门吗？穆建民，我就问你一句话。桂花现在疯了，建国落难了，程飞还躺在医院里，你们一家倒好，住着大平层，吃香的喝辣的，这就是你们穆家的家风。怎么，现在当了有钱人，连老家的亲戚进个门都得看你们的脸色了？他们太狠了，看着我们家这样，一个子儿都不肯掏啊，还故意看我们的笑话，全是因为他，都是这个媳妇儿背后挑唆的，就是他，林淼。您不知道她平时在家里多嚣张，不光伸手打我，还把她婆婆赵桂花活生生给气疯了。她还嫌不够，又在背后搞鬼，害得我丈夫建国连工作都丢了。现在她还要把我赶到大街上去。你们根本不了解实情，是大伯他……大伯再不对也是你长辈，你怎么敢顶撞的？不是这样的，各位叔伯婶子，事情真不是他说的那样。我们都通知他们回来了，是他们一家先欺负我们的。这些年，他们抢我们的血汗钱。淼淼这孩子懂事儿，他是看我们被欺负狠了，才站出来保护我们这个家的。放肆！长辈在这里说话，哪有你个当儿媳妇插嘴的份儿？各位长辈，既然你们今天大老远从老家赶过来，我也想把事情原原本本说清楚，免得各位长辈被某些有心人蒙蔽了双眼，到头来反倒冤枉了真正受屈的人。这是这么多年来，大伯父穆建国以各种名义从我公婆手里强行拿走的钱款记录，每一笔都有收据，总共47万8600多块。这只是他后来被迫还回来的部分，至于那些没打条子没还回来的，恐怕还不止这些。你胡说，你那是造假！造没造假，指纹和签名可骗不了人。把这房子收拾收拾，腾出来给我大孙子腾飞当婚房！你们2个丧门星！
这就是你们口中慈祥的长辈和落难的亲戚。这录音里逼死我婆婆第一个孩子的话，您听得还清楚吗？桂花这嘴确实是毒了点儿。听清楚了吗？这就是你们口中需要被孝顺的长辈。我怀孕3个月的时候，老太太上门立规矩，她不准我用任何电子产品，逼我喝那些来路不明的所谓补汤。她甚至故意把我养了3年的狗藏起来，满嘴油光的跟我说她把狗炖了汤给我喝，就是为了恶心我。更荒唐的是，她逼着我给一只乌龟磕头认干奶奶。二太爷，你也是讲规矩的人，这样的长辈，难道我们要毫无底线的顺着他，纵容他继续作恶吗？至于大伯母，你也没少出力吧？你跟着老太太一起欺负我婆婆，抢她的首饰，甚至把泽州当成牛马一样指使。那天你先动手打我，我回手不过是正当防卫。大伯父的事儿，这跟我们家就更没有任何关系了，是他自己在外面的问题，对我全都有证据。大伯母，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建国媳妇儿，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你居然敢拿这些丑事来蒙蔽我们！哎，你说这建国啊，平时看着人模人样的，还搞出这种事情来，哎呀，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这建国。还有，腾飞受伤的真相是他在家劝架，被他亲爸妈失手误伤的。这件事儿跟我们家从头到尾毫无关系。二大爷，各位长辈，我知道你们最讲究孝道，最讲究仁义。这么多年，我公婆在这个家里一忍再忍，换来的是他们大房一家变本加厉的欺负。但是现在我们好不容易过上几天安稳日子，他们又找上门来闹事儿，搅得我们一家不得安宁。这账目确实是……你们别信他，他嘴里没一句实话。这些文件、录音全都是他编造出来骗人的。我骗人？大伯母，看看这是什么？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清清楚楚拍到你是怎么上门撒泼，强行闯入我家的。还有你在我家客厅摔东西，指着我婆婆鼻子骂人的嘴脸，需不需要我开投屏，放大给大家伙好好欣赏欣赏？你自己家造的孽，你自己去承担，别再来祸害你弟弟一家。赶紧给我滚！以后你要是再敢来这儿闹事儿，不用他们家动手，我们穆家族规第一个不饶你。亏我还想帮你说话，原来是你这么不讲理！就是，把咱们老脸都丢尽了，真是个害人精！你这个老脸都是个受人也老老实的，太过分了！闹了半天是在拿咱们当枪使，这么多年净欺负人家老实人。赶紧走，别在这丢人现眼了！穆家的老脸都让你丢光了。建民、翠芬，是我们这帮老家伙糊涂了，没搞清楚状况就来兴师问罪，让你们受大委屈了。你们放心，以后家里的事儿，我们一定明辨是非，绝不会再让你们被人随便欺负了。淼淼，多亏了你，刚才那场面，要是没有你站出来揭穿他们，我们老两口今天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妈，账算清了，路就顺了，以后谁再来，咱们都按规矩办。是啊，苗苗，今天这出戏要是没你压场，咱们老脸都丢尽了。你真是咱们全家的大功臣。老婆，你也太厉害了！我刚才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结果你3两下就把那帮老顽部给治得服服帖帖，我就知道这世上没有你解决不了的事儿。瞧把你给乐的！其实不是我厉害，是他们坏事做绝，理亏在先。爸妈，咱们只要行得正，坐得端，手里攥着理，就谁也不怕。以前总怕得罪亲戚，忍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现在才明白，真正的家人是互相疼惜，
不是互相算计。以后咱们家就听淼淼的，谁再来闹事儿，咱们直接按规矩来，绝不退让。老婆，谢谢你护住了咱们这个家。我们是夫妻，本来就该一起扛。以前他们欺负的是你们的软弱，现在我们站在一起，谁也欺负不了。放心，有我在。等宝宝出生，咱们就带着爸妈去旅游，去看海边，去看山水，把以前受的委屈全都换成好日子。好，都听你的。以后咱们一家4口平安顺遂，再也不分开。